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得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。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聪，我哥，你找我啊？等下叫萍姐帮你收拾一下吧，你床上都是东西，怎么睡人啊？哎，不要！我刚分类好小散人的资助名单，别人动了我的东西，我会更乱的。小散人不是有帮工吗？为什么还要亲手做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享受忙的滋味，别人替我做了，就是别人替我享受啊。哎呀，聪啊，刚才故事说到一半，他被泼了咖喱，然后呢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说着说着你也觉得他很有趣？我只能说他特别吧。哎呀，来，坐。哎，你说那个弟弟啊，为什么会一直针对他？寻仇，还是纯粹恶作剧？还是他曾经做过什么可恶的事啊？我不清楚哎，他们不肯告诉我。那偷药的原因呢？还没问出来。他也是不肯说。他这个人好像防备心特别重。你看啊，我救过他，我也帮过他，可是他还是要跟我保持距离。可能要靠近他，需要花多点时间吧。哦，这是送你的，你生日快到了，生日快乐！又是手表，这是巴黎时装周限量版的。哇，我很喜欢。不过哥，你每次都送我手表，我的手表多到可以开展拍卖了。给你一个任务，下次可不可以送点别的？不用等下次，你喜欢什么尽管上网挑，挑好了我就付钱。就当做我替爸送你的，他这个周末需要出国，没办法回来陪你吃饭庆祝。没关系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还不习惯吗？哎，我每年的任务啊都失败，从来没成功过把他留下来陪你过生日。这个任务失败没关系，我们换个任务。好啊，你说的啊。那我要你换身衣服，陪我去公园逛几圈。出门啊？不行啊，如果爸知道了，他会骂死你的。就逛一下嘛，一下下。我们不会去太远，爸不会知道的。走啦，哎，趁爸还没有回来，现在去换衣服，走。从不要啦，快点去换衣服，好。哥，帅。我知道。我就跟你说嘛，你要经常出门，也要经常这样穿。爸，有没有出门？啊，一起吗？就我一个人。哦，阿聪要去公园跑步你快去吧，别太晚回来啊，去吧。爸，那我去就回。爸，今天这么早啊？行程提前了，今晚飞印度，我回来收拾一下。爸，那你吃了吗？萍姐准备好了晚餐。
爸，我看到你受访的新闻了，孕妇的事告一段落了吗？还在掌控当中，哎，先让它凉一凉。要是没有什么新的话题展开，应该很快落幕。我想起妈妈了。死者家属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医院里每天上演着生离死别，久而久之就明白一个道理：死了的病人到最后只是一个数字。哎，我吃饱了，上楼冲个凉，你慢慢吃。爸，我真的不可以出门吗？我可以出门吗？自己拿捏好分寸，在外面要清楚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不要像允聪那样胡来。你别忘了，你和他不一样。我知道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小事啊，小事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睡你睡。好一点了吗？舒服多了，这药酒不错，你也很厉害啊，这样按一按啊，就舒服多了，没有那么痛了。你的止痛药吃完了，我明天再去买。哎，不要买不要买，别以为止痛药是仙丹，吃多了变成毒药啊。治标不治本，对吗？对呀，止痛药这种东西啊，虽然很有效，但是吃多了伤身啊。想要治本吗？想要的话，明天就跟我去看医生。啊？哎，不痛了，哎，你看，不痛了，不用看医生了。哎，你明天一早要上班，你先去睡，你先去睡啦。爷爷，我要睡了，关灯，关灯。小姐，丽姐，我回来了，还没去送完。我看看，5年没见，小姐还是一样漂亮。没有啦，长大了。来，坐了一整天飞机，应该累坏了。我放热水给你泡澡。谢谢你，梅姐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导森呢？少爷还在睡觉，要不要我叫他？不用了，让他睡吧。我先把行李拿进去。嗯。
起床啦！你牙齿还疼吗？还有一点点。起床了，肚子饿了。小姐啊，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毕业了，当然要回来啊！我太想念新加坡了，伦敦又冷又湿，我还是住不惯。少爷知道吗？还不知道。少爷带了一个女人回来，你看见别太意外。喂，你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嗨，我是莲，导森的妹妹。你是他的女朋友吧？谢谢明姐。我先回美容院啦。拜拜。梅姐，牙签。哦。哥，刚才那位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吗？康龙最近怎么样了？问这么多干嘛？跟你有关吗？突然之间跑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毕业，当然要回来啊。我想帮忙打理康龙。帮？你要怎么帮？你认为康龙现在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会需要你帮忙？我是想，我们家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康龙。如果我回去，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下，现在的顾兆华是什么角色啊？他在康龙是半个政治家。小妹妹什么都不懂，就不要来扯我后腿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加入康龙。好了啦，乖乖做你的千金大小姐，要吃要玩随便你。大人的世界你不了解，就不要来烦我。牙齿痛死了，就这样。我这颗牙弄得我心烦意躁。南城孕妇的丈夫我帮你联络上了，我们不能直接出面接触她，所以还需要点时间处理。总之，你用你的头脑好好帮我想想办法。只要成功怂恿他起诉康龙，你就看准时机，疏通媒体记者帮忙报道。好。可是这场官司赢面不大，你清楚吧？赢不赢我不在乎。花点钱暗地里资助对方也好。总之，我要受害者家属相信人间有正义，让他们觉得这场官司能够打赢。我就是不想看到这场戏这么快的停下来。明白，我会处理的。温律师，你觉得顾兆华他正义大使的名堂能够挂多久啊？他召开记者会澄清时，代表了医疗界谴责无理索赔的人，赢了不少好评。那时候这件事充其量只是网络八卦，算不上医疗纠纷。如果我们把八卦升级成纠纷，他的光环就可能没那么容易发亮了。网友现在看见的顾兆华，是被他刻意放大的一面。我突然好期待网友可以看到真正的他。我会尽力满足你，不过还是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没关系，以他的行事作风，想看他出丑的何止我一个人。
我们只要带头捅他一刀，盟友自然而然会出现的。对了，今天顾允聪又来问医疗用品资助的事了，还给他吗？给他吧，他就是个傻子，何必为难他？本以为可以接近他，摸清他老爸的套路，谁知道他老爸的事他什么都不懂。算了，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。哎呀，我这颗蛀牙应该真的把它拔掉了，牙医开的药一点用都没有，痛死。辛苦你了，谢谢啊。院长，哎，他们刚送来的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面，能够有效的驱除灰尘还有尘螨，让空气变得更清新，也能提高老人家的睡眠品质。小小人真有办法，每次我们疗养院缺什么，小小人都能帮忙找到。帮我跟赞助商说声谢谢啊。我会的。这些给老人家的辅助用品，我先推进去。好，那其他的我和石原待会儿拿进去。好。小心啊。我来。怎么样？看这有兴趣的东西吗？你随便挑，我送给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，你不要那么凶嘛。真的不感兴趣啊？我真的可以送给你的。好啊，强力止痛药有吗？这个嘛，有点难给你。我会付钱的。上次的保健品加上现在的止痛药，不过你都要给我打折，不能收市场价。不是啦，问题是这些强力的止痛药不是一般可以拿到的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不过只要你让我看一下医生的处方单，我会尽力帮你想办法，可以不收钱的。我没有任何企图，要说唯一的目的就是帮你治好你的偷窃癖。我送你，你就不用偷了啊。让开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只是在开玩笑，你不要当真。你不要那么生气嘛，你还没有跟我说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强力止痛药 ？Paracetamol、Aspirin、Imigram、Neurontin、Celebrex、Mobic、Ibuprofen， 这些当中很多的强力止痛药都不会在普通的西药行出售，你要购买的话需要医生开的处方单，长期服用也需要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意见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你帮，我不想欠你人情。其实你也不需要欠我人情，我正好有一个生日愿望，你如果帮我实现，我就帮你找药。我们算2清。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，你放心吧。别再出错了，再有闪失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。没问题。别回头，你先走吧，我再联络你。谁那么神秘啊？你是不是偷偷在约会？今天这么早过来？不迟也不早，就刚好看到不该看见的事情。别瞎说了。对了，你订的医疗用品回去送去小散人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要这么急走嘛，跟我过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这个送你。什么？打开看看啊。为什么要送我手表？你这只手表都那么旧了，这是我哥新买给我的，我就借花献佛。你哥送给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转送给我？我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，我哥送给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爱送谁就送谁，而且我哥不会那么小气的。我这只手表已经戴了20年，你爸送的，我不舍得换新了。20年？那我才比你这只表大几岁哎。Uncle Frankie， 你为什么要那么节俭？不是节俭，可能我想留的不是手表，是那段曾经，那段跌跌撞撞、头破血流之后，还有人愿意留在我身边的曾经。难得看你那么感慨，
更难得的是，你在说这么感慨的话的时候，为什么脸上好像没有任何表情啊？是吗？哎，算了啦，我每次跟你开玩笑你都不笑，我逗你笑我更累啊。谢谢你手表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的话就要常戴，戴一个20年。你记住我爸20年，也记住我20年 ，OK？ OK， 如果还活着的话。你不要乱讲话啊！哎，我差点忘记，你待会有空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说。能不能把我哥送来小散人？我在小散人办了一个生日派对，我想让他开心开心。你也知道的，他很少出门，我只相信你。好，当做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 ，Uncle Frankie， 我开始怀疑你戴这只手表20年是因为有意义，还是因为你吝啬？我的生日礼物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呢？一点都不随便，你哥在你心里最值钱。说的也对。安迪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在干嘛？快看，漂亮吗？惊喜吗？漂亮。我原本只是想简单聚一聚，你们何必又花钱又花时间呢？哎，这些不用花钱的，是用去年圣诞节和儿童节用过的，循环再用而已嘛。对啊，而且你难得找我们一起庆祝生日，当然要隆重其事啊！我一下课就过来了，够有诚意吧？够了。阿聪，原来是你的生日，我还以为是帮谁家孤儿小朋友庆祝。哎呀，煮的都是小香肠、小布丁，怎么办？没事啦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聪 ，Hello， 哥，Uncle Frankie 呢？他说他有事先走了。他不喜欢热闹，应该不会想参与。Hello， 阿泽哥哥。嗨，我是安迪安，小散人办公，常听阿聪提起你，还是第一次见面。阿泽哥哥，这里就我们几个，就别戴口罩了吧，不然我真不知道算不算见面呢。你是 Uncle Frankie 的外甥女贝贝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不想摘下口罩就戴着吧，贝贝只想看帅哥。不要在这里忙了吧，大家都进去，好热啊！一点都不热啊，我最乐意讨好帅哥了。天黑之前我一定把他搞定。我们继续。怎么？你为什么叫我来啊？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啊！你不是跟我说你想多接触外面的人吗？那认识我的朋友肯定就是第一步。也对。啊，对了，那我戴口罩是不是很没有礼貌？没事的，等你多一点安全感的时候再摘下来，放心吧。我没在担心什么啊。那就好。走啦，带你去看小散人的办公室，看照片和看实景是不一样的。你说过那么多次，我都能背了。不相信啊？可以考我啊。你确定？嗯。走了。小心啊！不准偷看。嗯。从天台的方向进来，旁边放满了小散人要捐赠的物资，如轮椅、拐杖和保健品等等。前面有沙发。这里是你们主要的办公区域。头顶就悬挂着5颜6色的雨伞。左边这里有很多小散人人员和受惠人的合照等等，还有那边就是……你不用再说了啦，知道你很厉害，可以开眼睛了。我跟别人说你第一次来小散人，都没有人会相信。你经常说，我都会背了。你记得啊，不准告诉任何人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我已经跟 Uncle Frankie 对过口供，他才是这里的幕后老板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突然会办生日会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你，上次说好要送我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，一起跑步没有跑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一起吹蜡烛。你是什么时候这么重视仪式感啦？重视仪式感还不是因为你。你上次跟我说，你要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怎么活着才算是正常？
这个问题值得思考，可以归类成哲学问题。有结论了吗？开玩笑，人生这么长，我们才活了几年，怎么可能会有结论？我只是在想，你妈在你出生那天就走了，所以你没有庆祝过自己的生日。而我，妈走了之后，我也没有吃过生日蛋糕，所以今天办一个生日 party， 圆了我们小时候的愿望。说穿了，就是好玩。才没有，我是陪你玩。趁爸不在新加坡，让我们这位灰姑娘过了12点才回家，不好吗？好吧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相处，不过我会尽量表现自然。放心吧，我哥这么聪明，难不倒你的。那当然。我们的神秘嘉宾要登场了。欢迎！没想到你那么准时啊！你答应我的药呢？放心吧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一定会给你的。走了。要吹了蜡烛之后才算完成任务哦。走啦，我有一个朋友介绍给你认识。这是我哥顾允泽，他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罗时苑。你好。我从来不和陌生人握手啊。我代替我哥。厕所在哪里？在屏风的后面。哥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跟女孩子说话的，他们会觉得你没有风度。我说了什么啊？不跟他握手吗？还是他是陌生人啊？都有。我今天办生日会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找借口介绍他给你认识。你不是都一直很好奇，他到底有多特别吗？你一开口就这么说话，还怎么聊天呢？好，我检讨。聪哥，帮我个忙。什么事啊？阿泽哥哥，把他借我一下下，待会儿我再还你。哎，那你先跟学员聊一下，可以带他去天台。懂了，快点。干嘛啦？怎么这么急？潇洒人是这家公寓社的名字，给风雨中的人打伞的意思。这里成立了2年，非营利机构，主要帮助社会低下层或弱势群体，例如老人院、孤儿院、洗肾中心、罕见疾病机构，专门为他们提供医疗用品或医疗咨询服务。我弟是得到专业认证的药剂师。所以他给你的药确实没问题。哦，我想过了，我刚才说的话确实不妥当。握手是中世纪欧洲流传下来的传统礼仪，我不能因为卫生问题或个人习惯选择拒绝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基于报复心理选择拒绝我，我尊重你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先上个厕所，再带你去天台。
抽水马桶坏了。然后呢？我上厕所之后不能抽水，很不卫生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要帮忙处理。我为什么要帮忙处理？你不会自己解决吗？我不知道抽水马桶怎么操作。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也应该遇到同样的问题。你解决了问题，所以你有办法处理。好，我处理。能用了吗？这种问题也要叫女生帮忙，没有看过这样的男人。修理马桶和性别无关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快许愿！耶！快切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哎，聪哥尝一口。我少吃，你们吃吧。蛋糕我来分，你们先吃别的。哥，你先坐下来，我拿水果给你吃。好。我帮你吧。传下去吧。我不吃甜点的。蜡烛吹了，我要走了。怎么那么快啊？你不吃点东西吗？俺今天准备了这么多食物，不是很浪费的。聪哥，我要跟你自拍，那里比较美。哦。哎，你先坐下来，我一会儿拿给你啊。修理马桶和性别无关。你刚才在厕所说的话存在性别歧视。我觉得你看事情太武断了。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我武断了？我举例说明好了。当初在医院遇见你，认定我和阿聪插队，是你武断。再来就是厕所，你认定每个男人都要懂得修理马桶，如果不会就不是男人，这是错误观念。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一样，擅长的范畴当然也有差。看事情光看表面，你这个习惯啊需要纠正过来，要不然遇到低情商的人，很容易跟对方起争执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希望你能自我检讨，然后收回批评我不是男人的话。你才需要自我检讨吧，神经病！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要不给我就算了，我要走了。石院，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他骂我神经病。啊？Hello， 我昨天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你走得太突然，来不及交给你。你到底跟我哥聊什么？让开。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动不动就生气？我们那天已经明明可以好好说话了，怎么过了一天就变了脸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
你说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跟你买药的事，结果你哥什么都知道。我哥又不是别人，我跟他之间没有秘密的。可是我跟他没有约定，你告诉他，他可以告诉别人的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我哥不认识别人。你继续帮他编故事吧，我没空。哎，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但请你相信我，他没有意伤害你。他平时接触人比较少，所以说话比较直接。如果他冒犯了你，我代他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用了，答应送你的，绝不食言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拜拜。上货喽！来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宇哲哥哥今天没过来吗？我还以为你爸点头了之后，他会常过来小散人呢。很难让一个在家里待了20多年的人突然改变生活方式。不着急，我们慢慢来。换作是我被锁了20年之后重获自由，我肯定到处乱跑啊。阿哲哥哥真的很特别，特别奇怪。你觉得我哥怪吗？怎么说？他嘛，关注的重点和别人不一样，有时候觉得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少爷，你买马桶做什么？林姐，帮我搬进房间。房间？嗯。你没发现吗？每次聊天，阿泽哥哥永远没办法跟我们聊到同一个点上。问他问题，他的答案总有办法让我傻眼。说穿了，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地球人，他就是来自星星的火星人。反正阿泽哥哥是那种我不会想要亲近的人，跟你很不一样。哪里有不一样？是你不够了解他。我是不了解他，我也不敢了解他。他不但不爱笑，还爱说教，我受不了。我比较喜欢你，你阳光、正面、温暖，完全就是我理想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要跟我交往呢？小妹妹，你的家长就在那里打电话，我要是敢打你的主意，他会把我杀了。嗯？哎，我很好奇耶，我剧组在医院到底负责哪个部门啊？我来新加坡学护理了几个月，看他工作时间都有点奇怪，而且每次打电话都神神秘秘的。Uncle Frankie 他不属于任何部门，他是我爸的特别助理，只需要对我爸负责。真的吗？你不说，我还以为他是杀手呢。你啊，看太多小说了，想象力太丰富。今天中午收到孕妇家属的律师函，他们好像要把事情闹大。如果没猜错，家属背后有懂法律的人在怂恿，而这个幕后指使，我怀疑是 Dawson。告，当然要告啦！律师信都发了，还能反悔吗？但是现在我怕，万一官司打输了要赔钱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不是说有热心人士赞助你吗？现在连外人都看不过眼，帮你说话了，你还怕什么？说的也是，冥冥中遇到贵人，说不定是老天有眼，要替我孩子还有老婆喊冤。就是啊，你也说了，尸检报告写着你老婆手臂的骨头死前有伤，
谁知道是不是在医院被人摔伤的，然后他们就推卸责任。有这种事？很难说了，那些大机构最会用障眼法了。那一天我看报纸说啊，是因为你们不愿意提早剖腹产，才弄出人命。我也相信了，一直到你告诉我真相，我才知道另有隐情啊。没有办法，专业人士说话比较响亮，总是欺负我们这些不懂医学的。所以我从来都不去医院。当年我儿子大病一场，进了医院就被吸血鬼吸住出不来了。当时我不知道网络那么厉害啊，早知道我也写一些东西放上网找人撑腰啊。可是现在已经给了律师信，已经不能够在网上乱骂了，不然的话还可以继续吵，让多一点人知道这些医院有多么不负责任。只怕这场官司打下来要1年半载啊，到时候这件事情淡了，就没有人帮你说话了。哎，律师说你不可以去吵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派人去闹啊。哎，找一些人啊，轮流去医院门口静坐示威，说不定医院怕丢脸，不用打官司就认输了。也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刚好你也提醒了我，资助我的人也给我一笔钱。罗爷爷，如果你可以帮我带一些人去闹，我可以包你一份大红包，你看怎么样？有红包啊！总共多少人闹事？大概30个左右，都是老人家。赶不走他们吗？劝过了，但是他们不肯走。请你们马上离开，别在这闹事。再不离开，我就报警。碰。喂，警察局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发生什么事？院长，我家有急事需要走了。去吧去吧，Antiva留给我，你路上小心。嗯。似曾相识的对望，隔着陌生的荒凉，那些刻骨铭心的雪花，雨暖了就融化，心有灵犀的天真，夹着遗憾的余温，企图所有珍藏都保存，却看它沉沦。谁能还原